在19世纪末的美国，宾夕法尼亚的油田区宛如一片混沌的西部江湖，无数投机者蜂拥而至，他们像疯狂的赌徒，在泥泞的土地上钻出一口又一口油井，原油时而喷涌如泉，价格一落千丈，时而枯竭无踪，价格一飞冲天。市场里充斥着狂热、贪婪、欺诈与绝望，每个人都想一夜暴富，也随时可能一贫如洗。在这片混乱中，一个名叫约翰·洛克菲勒的年轻人却看到了秩序的微光。他不像其他人那样迷恋于钻探石油的豪赌，他的目光越过了那些喷着黑金的油井，锁定在了下游炼油。当时炼油是个技术活，但同样混乱不堪。洛克菲勒却以一种近乎苛刻的精准经营着他的第一家炼油厂。他痴迷于成本控制，会为了节省一个铜口的封签而与供应商反复谈判。他痴迷于效率，率先将炼油的副产品汽油、石蜡、沥青等全部转化为商品，将别人眼中的废料变成了黄金。然而，真正让他与众不同的是一种超越常人的非人特质。有一次，他最重要的合伙人，也是他最好的朋友之一，因为一笔关键的收购案与他产生了剧烈冲突。在会议室里，那位朋友情绪激动，拍着桌子对他怒吼，指责他冷酷无情、背信弃义。面对这一切，洛克菲勒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，脸上没有一丝波澜。他等对方把所有愤怒的话都说完，然后用平静到令人胆寒的语气说：我想，我们应该先搁置情绪，回到数字上来。这笔收购能为我们带来 30% 的利润增长，而你的方案只有 12%。如果你有更好的数据，请拿出来。朋友愣住了，他所有的情绪、道义和指责，在冰冷的数字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。这就是洛克菲勒，一个把商业视为一盘精密棋局的棋手。在他眼中，动不动就生气的人没有一个是智者。真正的高手是说最软的话，做最狠的事。情绪是弱者自我消耗的内耗，却是强者利用人性的工具。他一生都在做这样的事。他会温文尔雅地邀请竞争对手共进晚餐，在餐桌上礼貌地提出收购方案。如果你同意，他会给出一个相对公道的价格。如果你拒绝，不出3个月，你的公司就会在他的价格战和供应链封锁下濒临破产。那时，他会再次发出邀请，只是收购的价格可能只有第一次的一半。他从不羞耻于自己的残酷。当整个社会都指责他是垄断魔王时，他心安理得，因为他知道，商业的本质就是优胜劣汰，他只是加速了这个进程。强者都是孤独的，没有什么羞耻心。他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，他只在乎自己的帝国是否稳固。而那些过于在意别人看法的弱者，别人说他2句，饭也吃不好，觉也睡不好，早已在这场游戏中被淘汰出局。洛克菲勒的崛起完美诠释了一个核心质量：成事者的非人性算计。这并不是说要泯灭人性，而是要学会驾驭人性，超越人性。普通人被自己的情绪、道德感、羞耻心和懒惰天性所束缚，而真正的成事者却将这些人性视为一份游戏说明书。他们冷静地阅读、分析，然后利用这些规则去实现自己的目标。戒掉情绪，强者的世界没有玻璃心。你是否见过这样的人，在工作中受了一点委屈，立刻义愤填膺，觉得全世界都对不起自己；和伴侣吵架，整晚辗转反侧，反复咀嚼那些伤人的话。他们把大量的生命能量耗费在了无意义的情绪波动上，
高手是没有情绪的，这并非天生冷血，而是一种后天习得的清醒的自我控制。他们明白，情绪是达成目标最大的绊脚石。愤怒会让你做出错误的决策，悲伤会让你错失眼前的机会，恐惧会让你不敢迈出关键一步。就像原文中那个绝妙的比喻，强者心态，就像迪士尼乐园里所有的小孩子，即使摔倒了也不会哭，因为玩都来不及，要赶快爬起来去玩。如果你把自己的人生当作一座巨大的游乐场，你的目标是体验最多的项目，赢得最高的积分，那么每一次跌倒，每一次被插队，都只是游戏中的一个小插曲。你会迅速爬起来，拍拍尘土，奔向下一处精彩，而不是坐在原地哭泣，抱怨地板太硬，别人太坏。戒掉情绪，不是让你变得麻木，而是让你拥有选择性响应的能力。面对无关紧要的挑衅，一笑而过，因为你的时间和精力比对方的口舌之快更宝贵。面对真正的危机和挑战，沉着应对，调动所有智力去解决问题，而不是被情绪淹没。反人性自律，你必须背叛那个好逸恶劳的自己。人性是什么？是好吃懒做，是贪图安逸，是3分钟热度，是总想走捷径。80%的人都在顺应自己的人性，所以他们成为了大多数。而那20%的强者，无疑不是在反人性做事，他们做了大多数人都不愿做的事而已。当大多数人下班后躺在沙发上追剧、刷短视频，享受实时满足的多巴胺时，他们在健身房挥汗如雨，锤炼意志；他们在书房里啃着专业书籍，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；他们在为自己的事业默默的布局和蓄力。他们追剧的时候，你追事业；他们做梦的时候，你去做事。这听起来很鸡汤，却是通往强者之路唯一的地图。想要成为强者，就必须要对抗自己的人性。这个对抗不是空喊口号，而是建立一套属于自己的雷打不动的纪律。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长跑。他说，今天不想跑，所以才去跑，这才是长跑者的思维方式。这句话完美地诠释了反人性自律，不是等有了心情、有了状态才去做，而是把做本身当作调整心情和状态的方式。当你开始享受这种反人性带来的掌控感时，你就已经走在了超越大多数人的路上。你不再是欲望的奴隶，而成了自己人生的主人。驾驭人性，把别人的人性变成你的顺风车。如果说反人性自律是对内修炼，那么驾驭人性就是对外博弈。想要成为强者，就必须要对抗自己的人性，去顺应他人的人性。别人喜欢什么，你就不能喜欢什么；别人在意什么，你就不能在意什么。把别人喜欢的、在意的让给他，他才会死心塌地地跟随你。这并不是让你放弃自我，去一味讨好，这是一种更高维度的社交智慧，利益让渡与价值交换。普通人社交是我想要什么，而高手社交是我能给你什么。一个创业者如果满脑子都是我需要投资，我需要人才，我需要资源，他大概率会处处碰壁，因为没人有义务满足他的需要。但如果他换一种思维，我的项目能让投资人的钱在3年内翻5倍，我的平台能让优秀的人才实现他的职业抱负，我的模式能为合作伙伴带来持续的流量。当他把焦点从索取转向给予时，那些他需要的资源自然会被吸引而来。这就是顺应他人的人性。人性喜欢什么？喜欢利益，喜欢被尊重，喜欢确定性，喜欢被引导，
当你把这些东西想清楚，并且有能力提供时，你就掌握了人际关系的主动权。讲话只有3个目的：第一，讲了让别人高兴；第二，讲了让别人有劲干活；第三，讲了你得有钱赚。这段话虽然功利，却一针见血。所有无效的沟通，都是因为偏离了这3个目的。抱怨、炫耀、争辩，这些都只是在消耗彼此的能量，而不能产生任何价值。学会驾驭人性，你才能从一个反应者变成一个设计者，设计出对你有利的局面。选择环境，你不是出淤泥而不染，你是近朱者赤。人是环境的产物。这句话残酷，但真实。每个人脑袋里装的东西都不一样。你脑袋里装的什么东西，是来自于你所生长的环境。如果你身边都是抱怨消极的人，那么你的世界观大概率也是灰色的。他们会告诉你努力没用，阶级固化，这都是命。久而久之，你也信了。弱者的身边都是抱怨消极的人，强者的身边都是奋斗的正能量的高收入的人。很多人把这句话理解反了，他们以为是我变强了，才能去到强者的环境。而真相是，你先要去到强者的环境，你才能慢慢变强。这需要你主动去破圈，哪怕一开始你只是那个圈子里端茶倒水的无名小卒，但耳濡目染之下，你的认知、你的思维模式、你的信息渠道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你会亲眼看到那些你认为不可能的事，别人是如何做到的。你会听到那些你从未接触过的商业模式和前沿思想。这就是为什么说，高手一定是能把自己放在最肥沃的土壤里面成长。主动选择你的信息来源，少看让你情绪化的娱乐八卦，多看能提升你认知的行业报告和深度文章。主动选择你的社交圈子，远离那些只会消耗你的人，去靠近那些能给你启发，让你看到更大世界的人。哪怕只是付费参加一个高质量的社群，默默观察强者们在讨论什么，都是一种极高性价比的自我投资。回归现实，从做一个不好惹的普通人开始。洛克菲勒的非人性算计听起来离我们很遥远，但那种内核、戒掉情绪、反人性自律、驾驭人性、选择环境，却是每个想要掌控自己人生的普通人都可以修炼的心法。你不需要成为一个冷酷的商业帝王，但你可以从今天起做一个不好惹的普通人。当同事把本不属于你的工作推给你时，你不再像过去一样默默忍受，而是平静地拿出自己的工作职责清单，清晰地告诉他，抱歉，这部分内容不在我的职责范围内。你在戒掉被讨厌恐惧症的情绪。当你下班后只想躺在沙发上，大脑发出好累啊，明天再说的信号时，你穿上跑鞋，出门跑上3公里，你用行动背叛了那个懒惰的自己。这就是反人性自律。当你希望孩子能主动学习时，你不再是唠叨和责骂，而是和他一起坐下来，研究他喜欢的游戏是如何设计升级路径的，并告诉他，你看，学习就像打游戏，完成这些任务，你就能升级，获得奖励。你在尝试驾驭他爱玩的天性。当你发现你的朋友聚会话题永远是张家长李家短的八卦时，你开始有意识地减少参与次数，把时间用来参加一个在线读书会。你在主动选择你的成长环境。强者之路并非一蹴而就，它是由这无数个微小的反人性的选择构成的。你所谓的人性，那些让你感到舒适、安全、被接纳的区域，往往也是限制你成长的牢笼。而真正的觉醒，就是敢于打破这个牢笼，带着清醒的头脑和强大的执行力，去玩一场属于你自己的无限可能的人生游戏。从此刻起，
不要再沉溺于情绪的内耗，不要再放纵自己懒惰的天性，去成为那个摔倒了也顾不上哭的孩子。因为你的游乐场里还有太多精彩的项目在等待着你。